现在我手上有一台很有趣的手机，很多规格都超越 iPhone 16，还用上当今最强的手机处理器 Snapdragon 8 Elite， 然后我直接用它来玩贪食蛇，这样是不是有点浪费 ？You are。好，认真说，这次 ROG Phone 9 Pro 的实测体验，我就可以显示出一家公司有没有在倾听用户的想法。你不用等2代、3代，直接隔1代就把先前大家爱的都加回来，配上更大的电池、旗舰级的相机，还配上最新的旗舰处理器，使用超音波触控键，还配上更好的散热，听起来很完美了吧？但实测下来到底体验如何呢？嘿，大家好，朋友爹，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开箱一款我非常期待的手机，也是我们最近在户外做街访时呢，发现很多人喜欢的一款，那就是 ROG Phone 9 Pro。那在手机市场中呢，这是一款专门为了游戏玩家量身打造的。自然很多爱玩手游的人呢，已经把它列为首选的手机。而最近的外形设计上呢，透过 AnyV Vision， 让使用者可以在日常工作生活与展现自我个性做到更便利的切换，也就让它的销量直线上升。但实际使用过后就会知道，它还是保留了所有游戏玩家所爱的元素。那我们就以一个比较生活类型的切角，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来评测这次的 ROG Phone 9 Pro。那大家可能会发现，就算你不是热血的游戏玩家，这也一样是一台你应该考虑的手机。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款 ROG Phone 9 Pro 的外观。设计语言上呢，延续上一代的风格，不过其实重点都在细节里面。在背后呢，你就会看到这次 ROG Phone 9 Pro 搭载了全新的 AnyV Vision， 它背面搭载全新升级的 AnyV Vision 显示器。这个显示器呢，有648颗 Mini LED， 比上一代的300多颗更多，而且还加入了红色的 Mini LED 灯，不只可以自定动画，手机背面还能显示通知还有功能状态。拍照时还可以提醒对方微笑。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它可以直接用背后这个荧幕，配上 ROG 的招牌 AirTrigger 按键来控制加入的经典像素小游戏。那所以我就想来快速讲一下背后这个 AnyV Vision 的游戏功能。这个是我个人私心觉得很棒的设计。这次 ROG 呢，在 ROG Phone 9 Pro 里面加入一个叫做 Anime Play 的好玩游戏区，那有很多经典的像素小游戏，我觉得超有趣的，像砖块碰碰还有蛇蛇探险，有点像贪食蛇。然后迷航舰队和跑酷竞速，目前总共有4款。操控上面也是直接运用 ROG 的招牌 AirTrigger 的触控键，而且它的游戏都有一定的难度哦。那你还能上传分数比排行，我觉得超好用来杀时间，等车或坐捷运的时候都可以使用。那下一个环节，我们来进到比较重点的地方，就是跑分的实测。那我们频道通常不太测这个地方，但是 ROG Phone 毕竟它是以效能挂帅嘛，加上我最有兴趣就是这一次的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处理器，因为这颗才刚刚推出，我也是第一次上手。那 CPU 的性能提升45%，GPU 还有 NPU 都有40% 的提升，再加上在散热方面呢 ，ROG Phone 9 Pro 搭配6层散热设计，中置处理器架构搭配精心设计的散热堆料，达成360度全面散热。所以我蛮想知道 ROG 能将安卓阵营的极限推升到什么地方？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展示 Geekbench 6的跑分测试给大家看。那下一个阶段，我们就来展示安卓2的跑分。好，那下一个提到散热设计我们一样在开箱所有新手机的时候都会做这个环节的测试。那我们会拿它来拍摄4K 60帧的影片，15分钟，看看它机背的最高温度在哪里，同时也去观察出它整个热能的分布后是怎么样。那我们就直接给大家看测试过程。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处理器之中的设计，热能可以从这个地方散出去，其实就是为了玩手游的时候它有舒适的握持体验。同时呢，这也是风扇安装的位置，帮助它降温。那大家可以看到，从室温25度拍摄15分钟之后，手机背部测到最高的温度为36.5度，这个是在完全没有使用风扇的情况下。那这样的表现对比我们才刚测完另一阵营的旗舰机来说，低了7度左右。所以跟大家讲一下，这拍摄的环节它电量掉了多少，那大家就可以知道大电池在续航上面的进步是真的有感。那如果你是真的用量超大的用户也没有关系，这次支援65瓦的真快充，让你可以随时的快速补电。那另外呢 ，ROG 这次也推出这个顺水冷凝壳，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款内建 VC 液态
均温板的手机壳，在手机的背盖呢，将速冷导热棒导出到机身的热，再由另一个液态均温板解掉。这个渗水冷凝壳呢，采用复合式材料制成，能有效降低温度17%，而且它的重量仅同质 VC 的1/8，同时呢，它也不影响到手机的收讯。那下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来讲它的游戏 AI 体验。那这也是市场唯一搭载 AI 游戏的功能。那首先大家先来看这个 AI 游戏榜首 3.0， 它的游戏内呢可以自动捡宝、跑步、解控、加速剧情及自动升级的技能、击杀动画效果、buff 生成通知，还有增加自动升级技能。传说对决玩家先安排好技能升级顺序，在游戏中就可以自动依照玩家设定升级。那再来呢，还有 AI 精华录影 2.0， 它可以自动记录游戏胜利、击杀名场面，还有新增超稀有抽卡、原神与崩坏、星穹铁道玩家抽到稀有角色时，系统自动录下抽卡画面，保留珍贵瞬间。那也还有 AI 辨识快搜 2.0， 跟文字识别技术方便搜寻，并且它也支援多国语言的翻译，有玩外文版游戏或是跟国外玩家对话很方便。再我们来看它正面萤幕，它最高刷新率呢从165Hz 提升到185Hz， 峰值亮度呢2500尼特，电池容量提升到5800毫安时，不管是日常使用或是强度手游都能维持好续航。那当然这次也可以搭配空气动力风扇，它在扇叶还有背后散热的区块都加大。同时大家先前敲碗的重低音喇叭也回归了，大家可以听听看这个声音的表现。那再来呢，它整体的视听体验也升级，正面双立体音效在 ROG Phone 9系列回归，让声音表现更加立体。那你可能会觉得好像看不到其中一边的喇叭孔，但因为萤幕占比提高的关系，还是必须放到旁边。那它又怎么达到正面的立体音效呢？那其实 ROG 很聪明的，就在原厂保护壳设计上面加入一个小巧思，直接利用物理的方式改变着声音的方向，让你玩游戏和追剧时都能得到最好的声音体验。那再我们来看看它的相机设计，一样是3镜头的配置，主镜头5000万画素，超广角1300万，长焦镜头3200万画素，搭配 Air Trigger 来操作，也可以直接变成相机的快门钮，对啊，所以这快门键不是什么新功能啊，ROG Phone 一直都有这个功能。那下一个就直接拍照实测给大家看。那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华硕的手机的发射调角是很讨喜的，那先前开箱 ZenFone 也是很多观众认同。那电竞手机搭配旗舰级的相机，让你日常拍照也不妥协。那同时在拍影片的部分呢，这是有6轴防手震 Hybrid 云台 4.0， 配合正负5度的6轴防手震，那你随手要拿出来抓拍啊，边走边拍也是非常的好用。刚刚提到搭配 Air Trigger 也是可以直接设定成快门钮，所以这不仅是手游玩家可以运用在游戏操作，我们爱拍照的玩家也是直接多了一种操作模式。所以我认为呢，这次 ROG Phone 9 Pro 真的不仅是游戏玩家的梦幻手机，那不论它的硬体效能、AI 游戏功能，还是它的散热啊，还有续航，都是在最前端版且独一无二的水准。但我使用后真的发现啊，即使是喜欢中精度游戏的日常用户，也应该认真考虑这一款。那它的外形设计上其实可以依照自身的需求，你想要展现个人风格的时候才展现。但是呢，它里面散热还有 CPU 至中的设计所带来的优势，你就是日常用户啊，长时间在录影啊、拍照，甚至是编辑等工作，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散热体验。那换来的自然也是更稳定的使用体验。那在额外带来的优势还有下一点，就是它大容量的电池，可以让你在外旅游一整天，也不太需要担心电量。然后加上它超高60瓦快充规格，你随时要补电也非常的容易，因为就是充得快嘛。所以也可以理解啦，为什么 ROG Phone 新的设计走向可以吸引到更多的用户。那我们这次开箱也是希望带大家看到一些更生活化的使用方式。你是热血电竞玩家，要买 ROG Phone 绝对能得到最好的体验。那或是你就是要买一台高规格的旗舰机，也不要忽略掉 ROG Phone。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先到这边。那大家如果觉得 ROG Phone 还不错的话，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都放在下方，那认真推荐大家可以去参考喽。那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面见，拜。